我去啊！居然有人不完美控整一仓库的大钢筋！哎，真理粉丝？有一说一啊，兄弟，水平不咋的啊，这仓库都快让打成印第安人了。干脆啊，就地取材，学习一下钢筋老祖的新式打法，带粉丝走出大山，2把死水钢筋，再加燃烧圣宝，我直接慢走。别问我为什么不买黑干嘛，这号主60万的存款并不允许我这样做。这拥有2把大钢筋的愿挂，那胜利肯定是必然的。嘿，同为钢筋打法，但你小子却输在了黑曼巴摇摆。情况危急，没有黑干妈的加持啊，必须先去门口消一下辐射。我去，怎么还追出来了？6套，必须开局战斗模式。不是，真以为我刮痧师傅呀？OK， 第一波脱贫。其实啊，刚刚我都已经做好了白给破产，下把点我们冰银护航男回血的打算了。实力他不允许啊！既然买得起黑嘎嘛，再配上这天选位，我保证这局辐射区啊，就像做过保洁一样干净。哇，不是吧？这就是大山里的响尾蛇家族钢筋老祖的暴率吗？这个方向有人。偷袭！他队友这么近啊，绝对马上去救。当他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啊，就已经反应不过来了。哎呀妈，强制升级大钢筋！最后呢，不忘在最美好的年纪里收获一下金条。不是老弟啊，你还偷车上了？哎我操！鄙人呢不善谦让，盒子只写不详。附近还有动静，至少2个起步。我靠，钢筋家族啊！ What can I say, man? What can I say, man? What can I say, man? What can I say? 哼，搞笑！黑曼巴摇摆走位，300多发燃烧加400多发高爆，还拿捏不了你们了！我的天啊，这真给辐射区做保洁了啊！19个狗牌，自我感觉吧，赚的不多，又开了一把。谁知道啊，这爆率真的不是一般的高啊！又是400多万，这2把整下来呀，直接给号主仓库大换血，升级成了精致钢筋王。有一说一，这个新式钢筋打法是真行，带粉丝扶贫啊，走出大山太实用了。扶贫失败，直接免费送火焰刀，没错，就是这么豪横。火焰刀、爆炸弓、卡德尔 M4 和特劳斯7级甲，地铁4大顶级稀有装备，有1件就挺不错了啊！这个粉丝他竟然存了3件啊！这得多好的运气啊！你们能凑齐几件呢？立个 flag 啊！扶贫失败，直接送他一把火焰刀，祝他凑齐和平地铁里最稀有的4大神器。召唤一个神洞出来呀，直接秒天秒地秒空气。Oh my god！ 以前 PUBG 的 M4 啊，那可是狗都不用。这来了国服后啊，果然同样没让我失望啊！偷袭！快走，快走！一梭子连个毛都没掉。这打了3、4把，差点给我阴谋到想去点自家 BN 护航来帮我扶贫的。但是这爆炸工它就不一样了呀，一件一个小跳伞，干净又利落，小 boss 也直接拿下。青春没有售价，金砖入口即化，小怪400多万 Nice。难怪连男胖都喜欢玩过啊！除伤害高、范围大之外，还能杀人于无形，没有开火声音。所以即使像这样明目张胆偷袭敌人，也根本不用担心被发现。以为躲进房子就没事了呀？这可是范围伤害呀！抬走。然后呢，我打着打着啊，发现个彩蛋了，兄弟们，和平地铁下这集貌似要出新地图了呀！滨河禁区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我操，牛逼！因为我爱你，愿我在60岁的时候陪你看看夕阳，愿我在想起你嘴角微微上扬，愿我在北方的冬天为你披件衣裳，愿我在一片的西能有你在身旁。哎，其实吧，你上新地图啊，我没什么意见。我只求啊，咱委屈点能稍微站直点腰杆。OK， 接下来再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，气得我想去点自家地铁护航来扶贫的卡德尔 M4 的实际效果。何？看！
太极主播效果啊，请勿当真。接下来的几把呢，清图刷 BOSS， 开箱一气呵成，扶贫任务结束，光给他收集变卖碗就值1700多万了，还没算中途得到的卓越武器。哎呀呀，看来这火焰刀是送不出去了呀。对了，地铁护航哪家强 ？DEN 带你打爆操，有兴趣的一定要尝试一下哦。我是本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地铁套上新款传世武器出现，火焰刀什么的都做爆了，实用性吊打一切武器。传言呀，可撼动妹控霸主地位。没错，就是清朝老兵现成反产版 SKS， 射速快，后坐地，绝不是高科技。100米直拿达了，天年见谁秒谁。那么它真的能代替妹控吗？结合妹控啊，本将给大家详细测试一番。新人线上，差不多6枪就能秒一个7套，然后是妹控。哇屌，5枪！接着呢，测试了一下打头。虽然都是3枪死，但不出意外，还是妹控脑左伤害更胜一筹。不慌啊，我们再对比一下射速。同样是22发子弹的情况下，妹控还是技高一筹。既然射速伤害都略低于妹控，那为什么说它能撼动妹控的地位呢？没错，就是稳定性。这是妹控纯6倍打300米。要知道 SKS 啊可以比妹控多装一个握把，使其稳定性大幅度提升，基本上就是300米内直拿打呢，100米呢更是全打一个点都有可能。这个无后座全自动 SKS 啊，突然就有点让我梦回2022年了。其实啊，本将2年前就用过这无后座神器了，但由于天脸打垮，后面才没怎么用过了。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位主播专门代言的 SKS。有钱不买收音机，就听拽哥吹牛逼。后面本将发现啊，只要是金枪加黑鹰铁爪的 SKS 和 SLR， 不管什么词条都能打出这种效果。尤其是金枪铁爪黑鹰 SLR， 活脱脱打成了暗区尤文法老的感觉。但是这肯定是 bug， 如果官方不考虑修复的话呢，下期可以考虑给大家来一期 SKS 的跳枪课程。估摸着前阵子大家一听到这首 BGM， 身体就已经开始燃烧了。这霸道哥啊，可算是干了一回人事，在周围没敌人的时候取消了燃烧瓶的队友伤害。那么有没有人好奇这安全距离到底有多远呢？今天啊，本将就来给大家详细测试一下。此次测试呢，采用撞车，我和队友互相烧，通过在道具敌人的位置标点测试距离。我们呢，先从100米开始测，没伤害。然后是90米，80米，60，我天，这50米都是安全区啊！那直接试试20米呢？不是吧？哼，10米。我勒个豆，终于有伤害了啊！继续测试准确距离，试试18米。15米呢？哦，找了！经过本将多次测试啊，终于得出最终结论，在距离敌人15米之内啊，丢出去的燃烧瓶可以对友军造成伤害。但是有个例外，这个丢出去的燃烧瓶啊是按照燃烧瓶的落地算的，所以蔓延火并没有这个距离限制。只要燃烧瓶的落地地点啊在15米外，那么我们呢就算是踩着火冲到敌人脸上也不会被烧到。这里本将用旋转楼梯给大家展示更明确一点，敌人在1层，我和队友在5层，这个距离啊肯定是超过了15米，我们直接踩着蔓延火到敌人身边，都完全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，像小菜。所以这15米的安全距离啊，用火探测周围有没有老六肯定不现实，但用来猛攻旋转楼梯啊倒是不错的选择。另外本将还试了一下，如果在安全距离外扔火烧队友，敌人突然跑过来的话，到底有没有伤害呢？可以看出啊，还是会造成伤害的。大家应该懂得怎么面对最好的年纪了吧？和平地铁冰河禁区即将来临，动力机甲也将全面升级，新 BOSS、新变卖物，还有新的神秘打野点，各位地铁人确定不来了解一下？首先是动力机甲，新增2把全新武器，装甲榴弹炮和激光型肩炮。感兴趣的小伙伴点赞3连。
下期本将就带大家体验一下。第二个，算不上新地图的新地图，冰河禁区需要30万战备值进入。地图整体和帕布基的期图一样，只做了稍微修改。给大家简单介绍下修改内容。第一点，辐射区大门直接被堵死，大家再也不能直接从冰河直接进辐射了。第二点，整个辐射区只有机械狗一种小怪。第三点，辐射区箱子超级加倍，在原有的箱子基础上，剩余武器箱、文件柜、医疗箱统统变成物资箱，根本开不完。第四点，帕布基其中一个黑门被改为了黑市，另一个黑门改成了和平的样子，其中有4个物资箱。第五点，大量全新变卖物，全品质都有，大大提升出货率。That's good. 第六点 ，BOSS 点位置不变 ，BOSS 全部被更换，分别是调度站、威尔上校、前哨、摩尔根上将，还有铁爪阵营新 BOSS 血死洛坚、魏宇特战营，坦克 BOSS 变成了托雷斯怀特，一样的随机刷新。最后一个是辐射区黑鹰阵营新 BOSS 哈顿中将。另外悄悄告诉大家2个神秘打野点，大家可千万别艾特光子，不然到时上线正式服你们要少赚1个亿。第一个是红卡房，里面的箱子是套娃状态，每个都能开2次，全是保底红色变卖物，3万的卡，保底能开200万。第二个是前哨 BOSS 点上面的大仓2楼，有个小房间，里面塞满了箱子。我看这策划是玩地铁穷疯了，搞这么多箱子。反正奔将带个5包都能1000万撤离，要是不改，下赛季绝对要人人爆仓。最后还是得吐槽一下光子，你真的是抄都抄不明白，就这梯子和滑索，我太奶来了都比这利索。你要是不改动，上线正式服就等着挨喷吧。我承认冰河禁区辐射区确实挺肥，但我都是掏出可以白嫖 N 个黑门箱子，光打野就能赚500万以上，敢问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 Oh my god! 和平新地图新增神秘打野点以及新物资箱，就是这个油桶，是不是很不起呀？但是这玩意儿竟然和黑门的箱子一样，保底都能出2个红色的变卖物，运气好了呀，光子及金龙都直接摸到手软。经过奔将2年半的探索，也是终于找到了所有油桶的位置，大家记得3连收藏，以防后面找不到。奔将从伐木场这里顺序便带大家一一标记。第一个，兵工厂左边；第二个，兵工厂右上方的2个大石头中间；接着往前走，第3个在前哨 BOSS 的小山头；第4个在前哨这2字的正上方；第5个在辐射区的围墙边上。然后我们直接过马路，对面的废墟里也有一个。第7个、第8个都在调度站围墙，上下各一个。第9个在瞭望塔的正上方废墟，紧接着过冰河。第10个在特战营的围墙墙角，第11个在帕布基的辐射区1号位，最后一个在兵工厂的冰河下方，一共12个，正好围着地图转了一圈，相当于开4个迷雾框的黑门。对了，要是大家还找到别的地方有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本本。另外还有2个神秘打野点，爆率不够，数量来凑。第一个昨天提到过，是前哨 BOSS 点上面的大仓2楼，对标帕布基的黄卡房。第二个是艘宝藏船，和帕布基上赛季的一模一样，不过里面箱子居多，虽然爆率一般吧，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量大出奇迹是吧？ That's good. 反正奔将这一局不进辐射，光靠这些神秘打野点就赚了将近700万。怎么样，各位突击嫖仔们，还不赶紧拿小本本记好，等正式辐射下来直接发家致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拜拜。如果实在嫌麻烦不想记的呀，BN 护航1把支付2把爆仓。我本以为帕普基的世界频道已经够离谱了，但没想到和平地铁的更加逆天，差点让小孩割给我们，BN 整破产了，你老是求放过。哎呀，是几套滚啊滚啊！乖乖，朴仔也有骑士链了，5套看不起4套。老板点单吗？NANI? Oh shit.
人家都是护航给老板开荒，我看你们是让老板给你们开荒。现在都流行小孩哥护航了嘛，抓个小孩哥也搞他一手。你们有没有功？我拿3把红枪给你们换。对，就这个。好，可以。我靠，火焰的，牛逼！你要点护航吗？我点什么护航啊？我不点，点俱乐部。不点。那好吧。滚！你要点护航吗？你们各多少钱一把？19块9一把。1块9算。溜了。看样子靠弟弟找老板得1天饿9顿，看他很穷，本打算带他打一把就分道扬镳，谁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。我包了一根金条，你要不？这里包了一把迷你内裤，你要不要？弟弟虽然自己很穷，但把摸到的好东西第一时间都想送给我。要知道我们认识还不到30分钟，更狗血的剧情来了。我退了吧，我妈妈叫我去弄事情了，我先退了。秒退，这是真心的啊！本来寻思着找个突击仔给弟弟打倒，背他去撤离点。结果奔将失职了，这时也就过去了。1周后，我和弟弟又相遇了，本想给他扶个贫。用的是 OPPO 手机。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看来只能带着你打了，尊贵的 OPPO A5 玩家。一波操作下来，不仅爆了金赚了装备，还意外收获了能源电池。弟弟直接当场说下把玩机甲带飞我。等下我带你玩机甲走，我俩去撤离吧。集合，到我这里来。OK 呀，看你操作。Nice。慢攻！该我上场表演了。眼看再这样下去，弟弟就要买不起装备了。这不找个帮手，我这脸都不知道往哪放了。假装自己要开俱乐部，让弟弟帮忙考核打手实力，给护航定价。好的。老板，我来钱包，老板，装备你捡不下吗？你可以开麦跟我说哪些装备捡。好的，老板，帮你把这把2把隔离枪。好的。我刚把6套也捡起来。好的。不得不说，从考核官变成老板，弟弟这身份转换的，怕不是吃了德福。老板当的比我都熟练。最后问了一下弟弟赚了多少，你这2把4把夺月枪，2个6加，3个6头，一般我都打不出这么多装备出来。赚这么多，那不得给他定个高价7元保底40万。万万没想到啊，地铁上线新武器了，首款双指枪械，双持小蜜蜂，大弹夹，高射速，自带超广角视距以及爆闪效果。不得不说啊，这帕布甲确实很上道啊。出了新枪呢，叫双指 MP7 冲锋枪。虽说是冲锋枪啊，但却位于手枪的行列，能装枪口弹夹以及镭射3个配件，不能装瞄具也是非常的合理啊。售价12万，比蝎式手枪略贵，使用的是9毫米子弹，有3种品质，最高为改进。进游戏给大家看看拿手上长啥样啊！嚯，我勒个双枪燕飞飞啊！这给我干哪了？这还是地理逃生吗？
等等，92发子弹，这是让我来打生化的？但不得不说啊，这2个绿雷啊是真的帅，而且由于开枪的时候像是2把枪同时开火，所以射手也是没得说。打个 boss 试一下。可以看到啊，也是非常的快，不到3梭子啊就能秒，所以建议大家要是玩这把枪呢，最好带上1组子弹，再试试打狗效果。报告各位粉丝啊，本将在子弹堆里发现了少量的机械狗碎片，至于打人伤害码，请看 VC 啊。请看本将训练场给大家测试一下啊，先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这个射速。用时2.16秒。我去啊，这地铁新出的武器堪比手枪界的大计算啊！再来看看腰射子弹散布，这要打6套身上，绝对能打成马蜂窝。牛逼！看来啊，下赛季很多人都需要我们冰原护航了。在10米范围内啊，打身子21，打头45。我们拿其他冲锋枪和它对比一下 ，P90让打身子35，打头60，伤害差距还是挺大的。再换 UZI 试试，打身体25，打头44，数据相差不大。所以可以说啊，这新武器啊是相当于双持板加强 UZI， 强归强，但是有个致命的 bug，不仅在第3人称视角下，探头射击会触发超广角，而且在第1人称的视角下，探头射击还会附加爆闪效果，枪口火光呢直接超值加倍，我都怕多打2梭子给枪管干冒烟了。怎么样，大家对这新武器不知道有啥看法呢？反正下赛季本将绝对看好这把双持小蜜蜂，谁让它既有手枪不会掉落特性，还能拥有比肩主武器的性能呢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拜拜。和平和 PUBG 下版本的玩法对比，不比还好，这一比把我笑喷了。下赛季绝对是最逆天的版本，炸裂程度啊绝对堪比神仙打架。首先告诉 PUBG 玩家一个好消息啊，确实有新地图来参赛，但还有个坏消息，不是在下个赛季啊。然后是和平地铁玩家啊，也有好消息，下赛季呢确实要上线新地图。坏消息是 PUBG 玩山下的，这样同父同母的工作室啊，同时上线 PF 也就相隔1天。好家伙，那可把我们这些双游都玩的菜鸟多时髦运呢。就是一句话，恶心。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更新啊，由于 PUBG 体验法前几天全是及格，导致我昨天啊才在大白的帮助下进了1把图，录了这么点素材，真的连打几天啊没有1把走出过出生点。PUBG 下赛季呢会上线新变卖物，叫绯红水晶和绿银水晶，而和平啊则是更新了可以用来升级动力机甲的变卖物。下赛季2个游戏的地铁模式相比，和平是冰河禁区加动力机甲。对于玩过 PUBG 的粉丝呢，肯定就没啥吸引力，毕竟大家都知道啊，出生点几乎没怎么变，而且冰河禁区的玩法几乎都被挖掘完了。但是对于以前没玩过 PUBG 呢，那难度简直就是飞跃式提升。毕竟70个辐射区啊，5个入口，78个箱子，刺激！对于才玩1个赛季的新玩家，那不得整容啊！我觉得吧，至少需要打半个赛季才能适应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来电我们冰原护航，绝对包熟。而另外一边呢 ，PUBG 则一改以前的画风，直接加了新想法创意，把地铁整变异了。没错，就是吸血鬼和狼人。在特殊地铁模式中啊，天黑以后啊，凭借变大变强的水喝下去啊，可以选择变身的对象。变成狼人可以获得移速攀爬能力，牛逼！而变成吸血鬼呢，则可以获得飞行能力。至于奔将这个嘛，这个可能就属于公路失败的新闻了啊。玩了这么多年地铁，还是第一次能在里面当陆地神仙，感觉就算是大哥也不过如此吧。一个字，绝！同样是冰河禁区啊，这么一对比啊，大家觉得哪个更好玩呢？反正下赛季的更新啊，只能说我们 PUBG 老玩家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。什么出生顶啊，进辐射路线，简直比我回我家还输。而且 PUBG 玩家也不用急，新地图啊肯定会有的。至于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大胆猜一下，肯定不会是迷雾荒岛。最后就不得不提一下的和平经典主题玩法——动物丛林。山顶废墟变成动物园，什么雪豹啊、熊猫通通都有，甚至猛犸象都可以。各种动物啊都有不同的能力等你来发掘。可是奔将咋感觉这类型我1年前就玩过了呢？老板呢？老板怎么不见了？这老爷又不为5G，给我加载了10分钟才进来。
话说这个赌刀单从赛季初打到赛季末，都打2年半了，啥时候能出刀啊？包出的就是这把，我们进辐射有点晚，不知道 BOSS 还在不在。我听那些主播说手撕为劣必爆金刀，要不你们也试试？老板，我们是有原则的，这么无脑不顾老板安危的行为，我们绝对不。绝对服从命令，老板就是上帝。给我冲！收到。老板 ，BOSS 没了，连辐射区都被洗劫一空搬完了。我们在现场只抓到了1只老鼠，打手正在严刑审问，你要不过去看看？嗯。你好。走错了，这边。就问我说不说？你们都什么呀？你有没有看到是谁把 BOSS 刷了？不是我就是个突击仔，是我队友，他是动力机甲，我被 BOSS 一刀砍倒了，他不救我就卷东西溜了。那他人呢？我就看到 BOSS 爆了金光，然后他捡上就跑了，他还在抱怨怎么不能拿手上，只能放包里。什么？金光不能拿手上，只能放包里？那小子肯定爆刀了。哦。太爽了！玩把动力机甲竟然还能爆火焰刀，那群呆瓜肯定还在辐射区蹲我呢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太好了，还真是火焰刀，这下终于可以结单了。先别急着高兴，这位打手，您实在是太幸运了，老板又续上了。真的是被你笑到了，想不到吧？这保险箱的爆率还可以手动调高，1贴必出大金，200必出双金，5伏必出机密。哦，你们在2024年玩暗区突围，而我已经在2025年玩上了玄学突围。这可不是大聪明以为的卡大金啊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你没出大金，就说明方法没用对；出了，那只是我教的对。看好了啊，我只教一遍。那这个保险房的下边要着急开，先给门贴一份春联。福到财到，好运来到，心诚则灵，奉上贡品。红色800万离渊的鞭炮，行了，法阵已成，只等开箱见真知。哇，直接2击啊！一个主卧室就回本了。什么？你说这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啊？好，那再来给你一个反面教材。What？ 众所周知，这个主客房的爆率啊，算得上是最高的了。咱们随便贴一下。切，乐色中的乐色，就这暴雨，那不得让我们家粉丝过上3天29顿的生活呀？那必然是咱们逼人护航忙得手忙脚乱呀！对。所以啊，我的活弟们要相信玄学的力量，再换强化矿区这个免保方面知识。OK， 见证时刻的奇迹！我靠，竟然威胁某类资源中送地影像！哎，强人所难，吃点啊！看看保险被偷没？哪一色小金？我勒个！此符不仅能带来财运，还能镇压各路妖魔鬼怪。毕竟在这个房价，我可没少碰到硬茬啊！就像这种想给我来一套还我跳脱权的人，又或者这种套牢。OK， 言归正传，撤离点78540千里，外面还有一个难缠。那这不是一般的难点啊！我去，你个老的，吓得我血压250。但不要慌，小鲜肉难逃难的，竟然独自来送礼，妥妥的117赐福啊！这5套呢我就消辣了。没意外啊，今天我就是古希腊掌管幸运财富的双生，撤离竟直接刷脸上，全暗区最安全撤离方法机会。现在深信不疑了吧？只要玄学功夫深啊，欧皇开金必成真。不仅保险门可以啊，窗户贴春联也可招财纳福。再放鞭炮提醒一下，如意，按我心意，快显灵！我勒个贝利呀，这犹如买彩票中了500万的概率啊！更别说惊掉下巴的事。30发子弹竟能灭一整队，
暗区欧皇啊，非我莫属。一个人天力量不够，积功德啊，出大金还得需队友。再来吧，小的，机密小口袋。我勒个地下呀！暗区居然出54格保险箱了！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保险箱空间不够用，1格变9格，6格变54格，暗区最顶级裂变数，只需要这样，再这样，就可以给你的保险箱扩容。说得好，身为一个男子汉的我，听完你这番话，真应该痛扁你一顿。方法一：先去年头人弗拉德伦这里买一个 AKM 导器，再买一个 AK 便捷户，然后呢，再去爱德华这边买一个2模块导轨。OK， 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将 AK 便携户和2模块导轨按在 AKM 导器里面，那成功裂变成9格，可以装7个配件，而且啊，这些都是飞行的物资，可以直接塞保险箱里面。剩下的5格保险放入同样的裂变配件，不就是6954个保险了吗？但俗话说得好呀，1寸光阴1寸金，半寸光阴半寸金。从年头人那里买齐配件呢，需要大量时间。此时呢，咱们就可以启用第2种方法，将市场上买的配件带入局内，利用跑商变成飞行的物资。That's good。麻溜的开启裂变之术。要吃了你！喏，瞧瞧啊，不费吹灰之力啊，就拥有54个保险箱，咱们直接抢风走起。此时呢，肯定会有人问呢，咦，保险箱一般都是用来装大金的呀？那本娘只能说，通常对于抢保险的人啊，轻则祖上一小包，重则地上一大包。反正本将这1个月来啊，苦是没少吃，金是没想过，硬逼着我点了单避烟护航，危及下村民。哼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就要吃上蘸酱薯条了。毋庸置疑啊，暗区魔晶日防夜防，老六燃防。吃货不分场合，垃圾箱也能做。哎呦，像镭射、握把、瞄具啊，甚至热成像等值钱配件都可以塞保险。要是塞得满满当当的，也顶5、6、7、8个大金了吧？啊，对。最重要的是风险低，人身安全有保障。当然了，要是你运气好，开到了大金，也可以把这配件移除，放置大金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只带2到3个裂变配件，剩下的放大金。瞧见没？一箱多用，最大限度挖掘保险箱的价值。上把呀还没发挥好垃圾仔的本色，咱们工人社区啊接着来。哟，这老马还给我订了外卖呢，嗟来之食啊，吃了还想吃。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可惜啊跑了一个，但这并不会给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，因为他又回来了。Beautiful， 直接开启调音模式。背上包里啊满当当，欢欢喜喜把家欢。我勒个，当啥不好，非当脑一啊！泪水将我淹没。我噩梦了呀！辛辛苦苦40年，一朝回到解放前。此裂变保险箱不仅对垃圾仔是福音，同样惠及跑肉仔。不过本家想问问在线的小伙伴啊，哪个地图配件多呀？我好去刮个2年半啊！你敢相信这是超过4800万 PUBG 玩过的窝窝地图，而且每天同时在线都有1万加。没错，就是个2v2平板视角，没有变态属性，没有诱导线人，绝对的基因训练场。刚下小伙以及想练技术的玩家这下有福了。不得不说啊，这图能火啊也是有原因的。作者呢是主打一个听劝，本将第1天玩家被击倒后啊，若是队友团面对面，玩家则会自动恢复满状态，已经非常人性化了，但还是避免不了某些人全部玩家。所以啊，作者就改了一个搞笑的无搀扶直接死亡，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模式的竞争性，让竞技更加纯粹，也一度啊使该模式成了玩家们互相切磋枪练习走位的最佳场所。第2个，PUBG向前冲，这个作爪竟敢扬言通关直接白给手册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，那本将不得来给他上一课啊！这该说不说啊，敢说通关送手册啊，不是没有道理的啊。不过喝了这么多海水啊，也是总结了一些经验，比如第1关只能跳的方式过，而且还得掌握一点节奏，蹲下去后再跳才会更远。第2关呢应该是最简单的，这2个转盘的速度很快，所以还没来得及掉下去啊，就又被另一片山岩接住了。只要缓慢往转盘边上移动，
然后纵身一跃就能通过了。第3关呢有3个大摆锤，前2个小，后1个大，因此呢就有2种通过方式：一可以照摇摆锤的节奏常规通过；2也能前2个小卡从下爬过去，最后1个大锤找节奏过。而到了第4关，简直就是奔向的噩梦了。旋转棍子加大摆锤，1分钟下去好几回，好不容易越过了3个棍子，又被一锤再锤飞了。我靠，9980依然都没这个造型呢。哪个天命人通关了？给大家说一声啊。第3个，三图高打低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句以高打低配图性改编地铁大环境呢？虽说沧海桑田啊，但有些美好值得留念，所以这幅图就来了，为了让人真真实实体验1v4的快感。1名玩家把自身的 buff 点了，面对另外4名玩家的联合围攻，主打的就是共用4人团队合奏和另一名玩家及时应变能力，惊险又刺激。Ultra Kill。最后一个 PUBG 修仙系统，是名学生的玩家做了打怪升级修仙系统，直接把 FPS 游戏改成了款养成修仙游戏，而且可玩性还很高，受到了广大玩家们的一致好评。牛逼！每升1级都可以选择个属性加点，目前呢本将就是41的满级状态。所以简单选择完合适的属性变化，值得进入新手村看看。别人打得很费劲的怪物，但我不一样，一枪一个。在初步了解完游戏机制后，发现这里不仅仅是简单的打怪升级，还有其他市场上主流的 FPS 玩法模式，比如境界副本、群殴 BOSS 模式和守卫战关卡，可玩性都非常的高。特别是这个守卫战关卡建立防线抵御丧尸怪物，购买装备升级装备，一应俱全，可以说满足我所有的防守类游戏幻想。怎么样，心动了吧？赶紧去尝试一下呀！拜拜。现在的 PUBG 官方都这么卑微了吗？为了挽留被霸道哥抢走的玩家，新赛季启动资金直接给了近500万。我靠，牛逼！哈，我们地铁人以前过的到底是什么苦日子呀？本赛季地铁新赛季不仅匹配机制暗改，启动资金更是翻了10倍。嚯，关子你就学吧，这近500万的启动资金，敢问哪个地铁人看了不迷惑？反正奔将是先爽为敬。嘿嘿，不爱。今天不是新赛季嘛，玩了几把奔将感觉地铁匹配机制被官方略微调整了，单4玩家匹配到的敌人也大多是单4玩家，大大降低既不想打单排又不想野排的玩家游戏难度。大家可能不知道现在的地铁开荒现状，普通玩家是记住图速刷 BOSS， 刷完就退；高玩呢则是用小号给到好运装备，直接打进阶图，而奔将则反其道行之。由于单4玩家少随随便便就能刮完整个图，轻松打完车里。牛逼！另外呢，本赛季博尔特玩家有福了。全新脚底抹油套装，4套辐射板，外加一把满配双持小蜜蜂，刚好凑够30万。低成本高性价，主打一个武器绑定，装备随缘，下能辐射透香，上可冲锋猛攻，绝对是属性玩家福音。至于你问我伤害嘛，我只能说用来当老六简直无敌，一梭子轻松秒2-5套。当然了，缺点也很明显只可贴脸不可远观。最后呢，就是本赛季最逆天的启动资金了。你们说这和平地铁和 PUBG 地铁，一个是上线就领一堆物资，一个是开荒过程中不停领物资，到底谁的开荒减压方式更合理一点正常情况只有50万对吧？但这赛季我们只能在今天随便打一局游戏就能领到地铁重逢积分，积分呢可以领取额外的10万启动资金，外加3个带锁宝箱以及4个加速圈，再随便打2把就能再继续领4个加速圈，后面呢还有极品枪械以及防具礼包。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运气好的少说也能白嫖2-3件金装，实际价值更是将近500万。要注意，200积分是限时任务，今天还没上游戏的地铁可千万别错过了。还是那句话护航就找 BEN， 一把致富，2把爆仓，拜拜。英雄不问出处，老六伴你劫富。赛季初，不管你在辐射区是如何大杀特杀，都是白给的快递小哥。今天呢，挑战用新出的双持手枪来给粉丝扶贫。绑定式套装外加惊人的爆发力，让他在辐射区是一中6套闻风丧胆。顺便呢拿粉丝的号扶贫演示一下，果然这大家赛季出的仓库比我脸都干净。刚刚呢领了50-60万，正好可以用博尔特打法拼袭一把。这个套装呢叫全新脚底抹油套装，平底锅、4级包，满配双持小蜜蜂，外加4-5套防辐射板，刚好凑够30万战备。至于这套装备伤害高不高呢？还得实践里面见真章。老鼠偷香，上去给他2下；队友报仇，那就一起抬走。秒个6套简直跟砍瓜切菜似的。我勒个宝斗，朗前关居然有人用科技这子弹直接就穿前过来了。当然了，如果觉得自己打太辛苦了，也可以来找我们 BN 的护航，1把包袱，2把爆仓虽然这套搭配堪比6套融化器，但是想1打多呢，还是略微有点勉强。不过没关系，1回生2回熟，下把100万不用愁。这次呢，专找落单的软柿子捏。正好
被我蹲这个刚出辐射区的，直接连接起手，一梭子带走。就问你遇到这种情况懵不懵吧？10分钟轻松小挣250万，飞彻底。别看这小子啊，在辐射区一路从南砍到北，但是遇到我双枪燕飞版，哪还是什么6套战杀？这不就妥妥的送仔童子吗？可能呢1打多勉强点，但是对你一个还不是手拉把枪？果然收一座城啊，不如嘎一个人。可惜啊，没把这小子6套爆出来。以后看来还要去黑门走一趟。屏幕一抖啊，金砖到手，收益近500万，飞彻底。但是这双持小蜜蜂也有个致命的缺点，比如在无双刷 BOSS 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：左一枪右一枪，一半打在门框上。好家伙，这没个500-600发都完全不够用。可如果想凑出去点，让子弹都打撞，那就会吸引 BOSS 的仇恨，打得更加难受了。当然了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自己打不了，可以找免费劳动力啊。有道理。瞧，这不就来啦？等着大院长打到一半，直接给他后面偷袭偷新娘。哎呀妈，没想到居然打这么快啊！偷袭，这不就得手啦？省时又省力，好吧？所以啊，经过笨酱多方尝试，这绝对是当前赛季性价比最高的打法。感兴趣的可以去试试哦。